看得我都流口水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爱玩智能眼镜的老登，黑毛警长008。雷鸟这次放大招了，夏季新品发布会上，雷鸟一口气发了3款产品 ：V4、GT Max 和 GT。V4 呢是 V3 的全新升级版，更强的 AI、更长的续航，还有行业里首个方形传感器和 IP67 防水。V4 呢以后我们有机会单独聊，而 GT Max 和 GT 则是雷鸟观影产品线的全新旗舰。我们这次拿到了超大杯 GT Max， 那么这个产品有什么不一样？够 GT 吗？够 Max 吗？到底值不值得买？这期视频告诉你。第一次接触观影眼镜的朋友我先简单说一下，雷鸟这2款新品呢，简单理解就是一个随身大屏，用 Type-C 线接上手机、游戏机、PC 或者搭配他们自家的雷鸟魔盒 Pocket TV， 大屏幕就显示在你的眼前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它的核心参数呢，有和很多传统显示器是同一套逻辑。亮度、刷新率、色域等等，这些呢我就不逐条念了，大家直接看表格。很多人会好奇，就这么小的一副眼镜，怎么才能显示307寸那么大的屏幕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拆解一下。我们直接拿 GT Max 和上一代产品 S Pro 做个对比，看的呢会更直观。S Pro 的核心显示部分呢是这样的，这2块呢是 Micro OLED 的屏幕。这一整个是它的光学模组，用的是一种叫做 Birdbath 的技术，简称 BB。原理呢是通过光路的折叠，把小屏幕放大成你眼中的大屏幕。对于 AR 眼镜来说呢，永远在追求同一件事情，就是更小的体积和重量，显示更大、更好的画面。但 BB 有个先天的物理限制，想把视场角做大，光学模组的体积和重量就要跟着大幅增加，没有捷径。光学专家呢为此找到一个更好但也更贵的方案，行业里面呢叫做混合光波导，这也是 GT Max 这次采用的新方案——波束混合棱镜架构。它的本质呢是对光路的压缩重构。BB 呢用的是中空的光学介质，混合光波导换成了高透光的实心光学介质，更小的体积却能带来更大的光程。实际效果怎么样呢？2台放在一起，你直接看 GT Max 整机比 S Pro 薄了很多，压缩了大概29%，看起来更接近普通眼镜，戴起来呢也更自然。屏幕大小方面呢，有个关键指标叫做 FOV 视场角，简单理解就是你眼睛实际能看到的画面范围有多大。FOV 越大，沉浸感呢就会越强，屏幕看起来也会越大。过去受限于光学瓶颈主流的 AR 眼镜 FOV 始终在45度左右打转。GT Max 呢，通过这套全新的光学方案，直接把 FOV 拉到了59度，增加了将近30%。为什么偏偏是59度呢？雷鸟的目标是打造下一代的影院，按照 IMAX 的标准，在影院正中的位置FOV 需要达到53度以上，才算得上合格的剧目体验。59度呢，不仅跨过了这条线，还留出了余量。这很可能是目前你能买到的 FOV 最大的 AR 眼镜，最终呈现出来的就是6米等效、267英寸的显示效果。屏幕大了还不够，还得画质够好。这也是为什么同样尺寸的屏幕价格能差好几倍。我们平时看的画质呢，其实分3档。第一档呢 SDR 标准动态范围，绝大多数网络视频默认就是这个，亮度呢被压在100尼特以内，色彩空间基于 REC 709标准，只覆盖人眼可见色域的一小部分，人眼能感知的明暗范围远比这个宽， SDR 只用了其中的一小节。第二档呢叫 HDR 高动态范围，亮度上限拉到了1000尼特甚至更高，色彩空间呢扩展到了 DCI P3 或者是BT 2020，暗部呢更深，高光更亮，层次更加的丰富。现在主流平台的 HDR 片源呢，基本上用的就是 HDR10 的标准，它用的呢是静态元数据，给整部影片设定了一个固定的参数，从片头到片尾一刀切。第3档呢就是杜比世界，在 HDR10 基础上再朝上走一层，核心差异在于动态元数据。HDR 是一组静态参数，管全片；杜比世界呢是逐帧逐场景动态调整。
每一帧的暗部和高光单独处理，精确到像素级。调色师呢，在棚里对着专业监视器调出来的东西，你眼前就是原样还原。用最直观的方式说，同样一盘实物的画面 ，SDR 看了可能没食欲，HDR 看了感觉还不错，杜比世界看了就是开场那个咽口水的感觉。但这里有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细节，杜比世界不是有片源就行的，它需要3端同时支持。第一呢是内容端，视频源呢必须包含杜比世界的动态元数据轨道，不是所有 HDR 内容都是有的。第二个呢是解码端，播放设备呢必须有杜比世界的解码能力，负责实时解析每一帧的动态元数据。第三，显示端，显示设备呢能够通过杜比世界认证，能够准确输出对应的亮度和色彩。3个条件缺一个，动态元数据就断了。你看到的只是普通的 HDR， 甚至 SDR。举个例子，你用手机看 B 站，手机芯片可能支持杜比世界解码，但屏幕没有通过认证，解出来了却没有屏幕能够正确的显示，最后一环断掉了。你以为看的是杜比世界，其实只是你以为。目前通过杜比世界屏幕认证的手机啊，基本上只有 iPhone 15 Pro、16、17全系，还有少数的安卓旗舰。大多数手机呢是不在这个名单里面的。而在 AR 眼镜品类里面呢，全球第一个把3端链路完整打通的就是雷鸟的 GT 系列。GT Max 眼镜呢，搭配最新款的雷鸟魔盒2作为解码端，3端一套齐，这才是真正的杜比世界。当然了，不是所有内容都有杜比片源，也不是所有人都会配魔盒。普通片源怎么办呢？ GT Max 内置了 Vision 4000画质芯片，内置 AI HDR， 而普通的 SDR 片源呢，也能够实时的做色调映射，将色彩空间呢动态的扩展，配合1200尼特峰值亮度，释放更宽的亮度动态范围，不需要魔盒，直接手机就能用。所有内容呢是默认生效的。SDR 进去，观感接近 HDR 出来，不是杜比世界，但比你以前在手机上看的呢，感觉更清晰、更通透。我玩过不少 AR 眼镜，音频这个部分，大部分产品的态度呢是能响就行。GT Max 不是这个思路。先说一个名字啊 ，B&O， 丹麦的100年声学品牌，不烧耳机音响的人可能没听过，但在专业音频圈子里面，这个名字代表的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声学审美和调音哲学，不是堆参数，是调出来的。雷鸟把 BO 请来，不是挂个 logo 蹭个名，雷鸟的工程师啊，真的带着产品飞到丹麦，和 BO 的工程师坐在一起，一点一点把声音调出来了。4颗定制跑道型扬声器啊，采用对称的背靠背的 push 布局，两反向安装，振膜运动呢方向相反，机械振动呢就相互抵消了，有效抑制机声共振，功耗降低了30%，振膜面积呢比上一代增加了38%，配合6磁路驱动系统，低频下潜更强，中低频响应提升了5dB。还有一个细节呢，值得单独说一说，空间音频。在悬停模式下哈，声音是跟着屏幕走的，不是跟着你的头走。你转头，声音不动，这模拟的是你坐在影院里的真实体验。屏幕在哪里，声音就从哪里出来，空间感呢比普通眼镜会强很多。这个效果呢是通过 GT Max 内置的空间计算芯片独立实现的，不依赖手机或者外部设备的处理能力。这意味着，不管你接的是手机、游戏机还是 PC， 空间音频都能够正常生效，适用场景呢是更广的。下面呢，我放2段素材，大家实际感受一下。天使が抱いた窓枠のドアねえそのペイザー中綺麗かしら
实际听感，人声胜迟响应呢很干净，有密度不飘。低频呢有真实的下限，不是那种一团糊的低频轰鸣，是能分辨层次的下排。大音量下呢，失真控制的还可以 ，THD 没有明显上升，声音干净不破。主观听感上啊，这是我用过的雷鸟 AR 眼镜里面音频最好的一款，也是目前市面上所有智能眼镜里面音频最好的一档。当然了，开放式声学结构呢，天然是存在的漏音的问题的，这是物理的限制。所有同类产品都是一样的。我测了几个典型的场景呢，高铁、办公室、安静卧室，每个场景呢都标注了旁边人刚好听不到的建议量，按照场景设置就好。我们这趟列车是全程对号的，请您对号入座。列车上的简易茶桌。对于漏音呢有极致要求的用户啊，雷鸟还专门做了一个小配件，叫导音器，相当于一个导管啊，把声音直接传到你耳朵里，既能减小漏音呢，沉浸感呢也可以更强。雷鸟 GT Max 还有一个很强的点，就是重量。GT Max 呢，视场角59度，画质实现了杜比世界，但重量只有78克，比同类产品呢轻了不少。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也专门请教了雷鸟，他们的答复是：第一呢是全面换料，这一代 GT 系列呢不是在原有架构上修修补补，是整机材料几乎全部换新，整机架构呢换了轻质尼龙。支架部分呢是镁铝合金，镜片厚度、转轴材料、光机结构、镜腿多个模块都动了。同样采用 BB 方案的 GT 呢，比上一代 AS Pro 减了8克，而光学方案更复杂的 GT Max 呢，比 AS Pro 也只多了2克，比同类产品呢甚至减少了12克左右。雷鸟呢有自己的人音团队，专门对整机架构和配重进行了调教。GT Max 比 GT 重了10克，但在光学结构本身就重很多的前提下，两款产品的前后配重做到了非常接近。而第二层是做减法，在观影眼镜品类当中呢，雷鸟的产品思路一直都是非常克制的。比如呢，现在很多品牌会用到的电致变色这个功能呢，它有它的使用场景，但是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，比如说镀膜层的增重啊、驱动电路的空间啊，以及传导到终端价格上的成本。雷鸟呢，他认为，与其把这些代价平摊给所有用户，不如把重量和成本留给显示和音频。那我怎么看呢？功能呢，这个取舍见仁见智，但价格我觉得还是挺香的。GT Max 售价呢是2599，GT 呢是1899，叠加国补之后呢，分别是2209和1614，比同类产品呢直接低了1000多块。近视用户呢，首次配镜只要多加99块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还需要推流盒，直接最新款的雷鸟魔盒也在同步在售，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很能打。总结一下，307寸的随身大屏呢，全球首个 AR 眼镜杜比世界认证 ，BNO 联调空间音频，78克的重量，这4件事儿呢 ，GT Max 同时做到了。说实话啊，放在半年前，我不觉得这个价位能做出这样的产品。当然呢，它也有取舍，没有电致变色，也没有各种炫酷的空间计算功能。近视用户呢，需要配专用的镜片。空间音频呢，由于是通过空间计算芯片独立驱动的，目前只在悬停模式下能开启。不过好处也在这里，不依赖外部设备处理，接什么书源都能用。这些限制摆在这里，不回避。适合谁？3类人。第一呢是影音发烧友，对画质和声音有执念的，家里呢没有条件堆专业影音设备的，买一台大尺寸电视动辄几千上万。投影还需要考虑遮光和投影距离 ，GT Max 是目前这个价位段里面最接近随身影院的答案，而且带着走。第二呢是出差党，飞机、高铁上防抖模式上阵，画面稳，声音好，漏音可控。出差路上那几个小时啊，私人影厅随身带。第三呢是租房族和宿舍党，空间小，放不下大屏，又不想将就画质的，一副眼镜替代整套影音设备，搬家揣兜就走。值不值得买？我给你一个更直接的判断。如果你对价格不敏感，而且电致变色对你来说是刚需，轻量化也无所谓，那可以直接看看有电致变色的同类产品。但如果你更在意画质和声音，
在意戴着舒不舒服，对电致变色呢也没有执念，那 GT Max 可以无脑充，价格是真的香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觉得有用的话，一键3连支持一下，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我是黑猫警长008，我们下期再见。